一罐面霜$2000，换算台币6万多块，比很多人一个月的薪水还高。但你知道吗？这罐面霜的原料成本可能不到售价的3%，你大可以说这是智商税。可是这个说法太小看对手了，因为买它的人不是被骗，他们会排队，会预约，心甘情愿掏钱，买完还觉得好好犒赏了自己。一个产品能把被收高价这件事变成一种享受，背后绝对不是话术那么简单，而是一整套关于欲望、身份，还有你大脑的精密工程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就从这一瓶面霜开始，一层一层拆解整座美丽帝国。这是美丽帝国系列的开篇，接下来我们要回答4个问题：你付的$2000到底流到哪里去了？你买到的那个希望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贵这件事本身会让你觉得它更有效？还有这门生意的毛利凭什么能常年撑在7成以上？把这4件事看懂，你就看懂了整个美妆产业最核心的秘密。我们先从钱的去向开始说起。先把一瓶$2000的面霜整个摊开来看。第一块原料大约只占4%，第二块是包装，大约7%。你没听错，那个沉甸甸的玻璃罐、瓷器的瓶盖、看近的外盒，成本常常比里面的膏体还高。因为包装是这瓶面霜唯一被看见、被摆上梳妆台的部分，扛起了一半的仪式感。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大头，广告大约26%，一线品牌一支代言，一轮投放，动辄上亿，最后全摊进售价里。通路与专柜大约22%，百货一楼最贵的黄金店面，专柜小姐的资权与业绩抽成，还有百货自己抽走的3到4成。把这些加起来，再算上最后品牌的毛利，大约33%。现在看清楚这张账单了吗？原料加包装大约只有1成，而广告、通路加上品牌溢价，吃掉了整整8成。换句话说，你付的$2000几乎全部根本不是买那瓶面霜，是买一个让你愿意花$2000的理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？答案藏在一句70年前的老话里。Revlon 的创办人 Charles Revson 说过，在工厂里我们制造化妆品，在店里我们贩卖希望。70年过去，这句话一个字都没过时。你买的从来不是那些分子，是一个关于更好的自己的承诺。而顶级保养品把卖希望这件事做到了极致。我们看 La Mer， 它的核心是一段近乎神话的故事。一位航太物理学家在一次实验事故中严重灼伤，为了修复自己的皮肤，他花了12年，做了上千次实验，最后用海藻提炼出一种神奇活性精粹。这个故事经不经得起严格的科学检验是另外一回事，但他做到了奢侈品最需要的一件事，把一瓶普通的乳霜变成一个值得追求、值得收藏的物件。他靠3样东西收费。第一，稀缺的故事；第二，使用的仪式感，把涂脸这件小事升级成每天的自我犒赏；第3样，也是最反直觉的，价格本身。为什么说价格本身也是一种产品？因为有一件事听起来像玄学，却有非常扎实的科学证据。越贵的东西，你会真的觉得它越有效。史丹佛和加州理工的研究团队做过一个经典实验。他们让受试者一边喝红酒，一边用仪器扫描大脑。重点来了，同样的一瓶酒，当它被标价$90的时候，受试者不止嘴上说它更好喝，连大脑里负责愉悦的那一块区域，活跃的程度都真的变得更高。另一个能量饮料的实验也发现，付了全价的人，解题的表现比买到打折同款的人更好，只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喝下去的东西更值钱。这个现象叫做价格安慰剂。对保养品这种效果很难被客观量化的东西来说，价格会回过头来直接形塑你对效果的主观感受。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很惊人的结论，一瓶便宜的 La Mer 会是一瓶更差的 La Mer。高价不是挡在体验前面的门槛，它本身就是体验的一部分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品牌情愿把卖不掉的库存销掉，也绝对不轻易打折，因为打折等于亲手降低了自己产品的疗效。理解了价格安慰剂，你就能理解这门生意的毛利为什么会高到不像一个实体商品。精品保养的毛利率常年落在75%上下。我们对比一下，烈酒大约6成，名牌服饰大约5成，连你手上的智慧手机都不到4成。至于食品饮料只有3成多，差别在哪里？关键词只有3个字：
定价权。一只手机再贵，你心里都清楚，它是由一块一块零件组成的，零件值多少钱，你大概有个底，这就是成本锚点。但是一瓶La Mer，你根本没有，也根本不在乎它的成本锚点，因为它的价格锚定的不是材料，是你的身份和自我形象，而这两样东西是没有上限的。它甚至带着一点炫耀财的性质。一般的商品涨价会压抑需求，但对一个象征身份的奢侈品来说，价格定得越高，反而越多人想要，因为高价本身就是它珍惜配得上我的证明。当一个东西越贵，抢的人越多，课本上那条供需曲线就失灵了。而这些帝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。这套高毛利的印钞机最后并没有变成上千个小品牌的春秋战国，而是被少数几个帝国一个一个收编。Estée Lauder、L'Oreal 还有 LVMH 这些集团用一套非常精密的品牌组合在运作，从开价的平价到轻奢，再到 La Mer、La Prairie 这种顶级奢华，每一个价格带他们都派了人卡位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预算300块还是3万块，钱最后几乎都流进了同样那几家公司的口袋。我举个例子，La Mer 本身就是雅诗兰黛在1995年买下来，在一手养成的顶奢金鸡母。这正是帝国最拿手的好戏，买下一个有故事的小品牌，再用巨大的广告和通路机器把它推上神坛。而这些帝国的成长引擎主要藏在2个地方，机场免税店的旅游零售和中国市场。但这也正是他们最脆弱的地方。过去这几年，当中国的消费踩下了刹车，再漂亮的毛利率也挡不住整个集团的成长失速，股价大跌。一家公司可以同时有着令人羡慕的毛利和令人心惊的成长曲线。最后，我们来看2道正在加深的裂痕。第一道是法规，在法律上，化妆品是不能宣称疗效的，因为一旦它能治疗皮肤，它就变成了药品，得走一套又贵又慢的核准程序。于是，整个业界发展出一套擦边的话术：医美级、临床实证、8周改善外观。这些字眼小心翼翼地走在描述外观和宣称治疗中间的灰色地带。所以你付的那一笔溢价里，有一部分买的是真实的配方科学，有一部分买的是被包装成科学的广告文案，而这两者在文案上几乎分不出来。第2道裂痕是最近才出现，也更致命的平价替身，也就是 dupe。当社群上的素人一支接着一支拍影片，摊开成分表，告诉你这支开价的跟那瓶$2000的几乎一模一样，那个支撑高价的独一无二的故事就被狠狠戳破了一个洞。对一个靠无可取代来收费的产业来说，这是结构性的威胁。所以回到最开始，一瓶$2000的面霜，原料不到3%，广告和通路吃掉80%，你买的从来不是成分，是一个让你心甘情愿掏钱的理由。而能把理由这种东西卖到70%毛利，就是整座美丽帝国最坚固的地基。但你以为货架上那上百个品牌真的是任你挑的吗？下一集《美丽帝国》第2集，我们要揭开一个更让人不安的真相。那上百个牌子其实大多属于同样那几家公司。如果这一集让你重新看懂了梳妆台上的世界，按个赞，追踪频道，把这个系列追下去。我们下一集见。